李长寿转身驾云而去，目中流露出几分决然。灵珠子想起自己此前接到的传信玉符，不由有些担心，从后呼喊：师叔此去欲何？教嫦娥排歌舞。若云霄仙子怪罪，那就被云霄仙子怪罪。李长寿负手踏云而去，身影如此的潇洒从容。天边仿佛远远传来一声轻喝，化作了2个若有若无的大字。守卫水神府的众天兵天将定睛看去，却见那竟是跪下2字。水神随手一扫拂尘，这2字顷刻间被扫飞，脚下的云头飞得迅疾，直奔月宫而去。这一路过星河璀璨，见仙光烂漫，寻浅云袅袅，闻一曲涟漪。飞过了第7重天，赶去那云深处，踏入日月星辰运转之天幕，在算准的时刻驾云前行。不多时，便见一颗清冷的大星在眼前迅速放大，这便是凡人口中的月，是词人念着的勾盘，是道者口中的太阴，是有情人口中的婵娟。一棵月桂树遮掩了小半太阴星，那些如浅黄玉石般的月桂之叶，像是一片片仙道，其上载着诸多阁楼宫殿，仿佛能见仙子于殿内起舞之影。李长寿驾云缓缓飘落，听到了远方静静的乐声与笑闹。这就是10大先天灵根。李长寿啧啧称奇，驾云到了月桂树巨大的树冠前，仔细地感受着月桂树的灵性和波动，听到了那铿锵的伐木声。此刻李长寿仙识能见，一名名身着纤长彩裙的仙子朝着树下一处宫殿汇聚而去，那里就是嫦娥们平日里的排演之地，也是李长寿接下来10年的任所月桂宫。在月桂宫的另一侧，则是被阵法笼罩的广寒宫，其内宫殿错落，水榭楼台，只是颇为清冷，并不见人烟。那里就是恒娥的住所了。李长寿并未着急赶去仙子们正集合的宫殿，而是在月桂树下漫步。此地土质松软，地面似是细沙与细碎的白玉掺杂而成，漫步其上，有一种别致的舒适感。月桂树的树干如同一座高耸的山峰，一道有些渺小的身影就在这山峰的边角，不断地举起一杆斧头，在月桂树上留下一道细细的伤痕。当他把斧头扬起，那伤痕就自行恢复，无比平滑。李长寿目中金光一闪，他所想不错，这男人果然是一个高手。月桂树乃是先天10大灵根，与蟠桃树、人参果树齐名，而月桂树无果无花，其能便是强化自身。本身虽然被天道压制灵性不足，但是绝对是极品先天灵宝级别的实力。这个月上无刚竟然能用一杆普通的斧头砍伤月桂树。李长寿脚下迈出一步，乾坤道运流转，宛若缩地成寸之法，出现在了吴刚背后。远看此人浑身肌肉盘根错节，似是没有任何道运威压，却给人一种雄壮不屈之感。前辈，李长寿拱手做了一个道揖。砍树的吴刚扭头看脸李长寿，淡定的点点头，又继续忙自己的事了。洪荒众所周知，来月宫只要是个男的都会考虑如何跟如何跟那个吴刚搭讪。李长寿此前就已经准备了几个问题，主动来寻吴刚也非是一时兴起。第一步，要问一件让吴刚无法回避、必然会回答之事。李长寿笑道：前辈可是人族本族？吴刚淡淡的回应了一句，甩斧头的间隙又瞄脸李长寿，用一种很随意的口吻反问：
你呢？纸人成精？哦，这只不过是晚辈的化身。李长寿笑了笑，收起拂尘，背着手在一旁看了一阵，又问：前辈，你可是在悟道？看书。吴刚动作一顿，看着月桂树那再次愈合的伤口，略微皱眉。很快，吴刚抬头看了眼李长寿，纳闷儿：你是谁？为何能随意出入此地？哦，一个普通的天庭神仙，有些好奇，故冒昧过来打扰，前辈勿怪。善用符法者，晚辈也就见过大禹帝君。刚刚远见前辈恢复时，切合大道，暗合道运，心底颇为惊讶。你见过大禹帝君？吴刚眼中顿时流露出一份亮光，拄着斧头转身面对着李长寿。这是一个9尺高的壮汉，面容却不粗糙，反而透着一股子俊秀。李长寿也像是聊家常啊，此前去火云洞中拜访过人族先贤。可见到了火皇大人？并未。火皇大人魔气入体，正在疗伤。吴刚目中流露出几分无奈，像是想起了一段恢宏的岁月，回忆了一阵儿。不多时，吴刚笑着嘀咕：能活着就挺好。言罢，手中的斧头再次挥舞了起来。前辈可以与晚辈讲讲当年之事吗？晚辈也夺了不少古籍，但是很多事都言语不详。那自然是了。吴刚嘴角轻轻一撇，叹道：很多大战咱们赢的并不算光彩，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也过于沉重，后人不愿意把这些写入其中，很正常。但总归那是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世道，也没什么仁义道德可讲。斧头落下，再次被吴刚拔出来，他继续挥斧，话语也多了几分力道。前人屠狗，不留名，人族千古，养河山。前人打出来的这片天地，你们定要努力守住，才是。李长寿对着吴刚做了一个道揖，正色：定不负前辈所托，虽然晚辈只能尽些微薄之力。看出来了，你应该不是个普通神仙吧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刚要告辞离去，今日已经是与吴刚结下了善缘，不必多留。正此时，月桂树侧旁的大阵之中飞出了一道流光，口中喊着：吴将军！直冲此地而来。李长寿定睛看去，却见流光中是一个乖巧的少女。她穿着一身浅白色短裙，模样俊俏可爱，大眼睛满是灵动，肩上斜挎着一只布包，布包末端还露出了一块鲜脆玉萝卜的萝卜尖儿。最惹人注目的便是这少女那双浑圆修长的玉足，虽纤细白皙，但一看就是挺有劲儿啊。这是玉兔吗？应当是了。她落在地上之后，头上还戴着兔耳朵的发饰。少女手中端着一碗清水，飞来跳跃，丝毫没有任何水滴洒落。吴将军，你这里有客人呀？少女玉兔轻笑了一声，吴刚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接过清水喝了一口。吴刚露出少许慈祥的笑意，问道：你这是要去做甚？主人让我去月桂宫那边支应一下。月桂宫管事的之前来催7、8次了，当真烦心。玉兔有些郁闷地叹了一口气。据说是玉帝陛下封了一个厉害的神仙来月桂宫中受罚。说是受罚，他们南仙的想法都脏得很，觉得来月宫中做个总教习，天天看那些姐姐们跳舞就能十分快乐。
真的是，很多姐姐都埋怨这点呢。平日里大家随意惯了，这次无论去哪都要穿戴好礼物。吴刚纳闷，什么厉害神仙？好像是水神，总管3界水势的那个。我听月桂宫的姐姐们说。少女玉兔歪着头，瞄了眼李长寿就挪开目光，手指点着嘴角。也听几个姐姐说，这位是天庭上的权神，玉帝陛下最信任之人。他们说那句叫什么什么，扶大厦于降轻，扶天庭于微弱。还说他是道门人教的圣人弟子，截教3霄仙子的夫婿，还应该是与云霄仙子交好，并非什么夫婿。哎呀，都差不多了。哼，肯定是个老色鬼，不然哪里会让玉帝陛下封他过来做嫦娥的教习呢？嫦娥教习有过男人吗？真的是。哎，这个好像也非他所愿呐。哎，不管这些了，我先过去了，吴将军。玉兔少女挥挥手，那双长腿一蹬，身影化作一团流光飞向了月桂宫。一旁李长寿哑然失笑。吴刚喝着水，突然扭头喷了一口，瞪着李长寿。就你啊。应当是我了。李长寿擦干长发上和脸上的水渍。不多打扰前辈，我也该去月桂宫中看看情形了。哎，这孩子心神少了点灵光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会，前辈不必担心，我家也有一个经常闯祸的师妹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吴刚放下玉碗，也对李长寿抱拳拱手，目送李长寿驾云而去。水神，圣人弟子，拜见过3皇5帝。吴刚发了一会儿呆，很快就笑着摇了摇头，继续挥起了大斧，铿锵地砍起了月桂神树。后生可畏啊。且说少女玉兔到了月桂宫中，不少仙子凑上来与她问询恒娥是否会来。玉兔连连摇头，这些仙子都有些失望。显然少女玉兔跟这些嫦娥十分熟悉，多少有点越宠的味道。有仙子说起了有关水神之事，玉兔就在旁边老老实实的听着。她平日里都在广寒宫中陪着自家主人，鲜少有出来走动。之前打听了一下水神之事，并未过多在意。此时听这些姐姐们说起水神如何的睿智多谋、善算善斗，又神勇过人，也是听得入神。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仙呢？又有仙子说起水神的容貌。少女玉兔歪着头，兔耳朵发饰上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气泡，最高的那个气泡中浮现出了一个白发白眉、慈眉善目的老者形象。好像在哪儿见过呢。玉兔小声嘀咕着。瞎说。有仙子轻笑着。水神大人这是第一次来咱们月桂宫中，你能在哪儿见过啊？玉兔踮脚抬手，努力地比划着。他是不是这么高这么瘦？正此时，一道身影自宫门处踩着白云飘来，站在宫门处的敖乙立刻朗声道：水神大人到！众仙子迈着急促的步子赶忙列阵。月桂宫的大殿构造也有些别致，宫门内外都是阶梯，其内是一个四方下陷的舞台，周遭点缀着玉树银花，外围是一层层可以当作座椅的阶梯。敖乙喊声落下，下方300位嫦娥已按排舞时的位置站好。这场面当真是莺莺燕燕翠翠红红，处处融融洽洽。李长寿驾云径直在侧旁飘过，到了殿内主位的矮桌后，安稳地坐下。玉兔少女站在人群之外，还是最显眼的位置，
此刻他整只兔都懵了，粉红的眸子盯着李长寿的身姿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。老色鬼，水神。嫦娥们各自迈着碎步转身，齐齐欠身行礼。那一声声刻意琢磨过的呼喊，差点让李长寿的指导人苏瘫在那儿。拜见水神大人。当全神的快乐，木工也体会不到啊。哈哈哈，各位不必多礼，玉帝陛下让我来此地任教10年，还望各位今后多多配合。我乃天庭水神，总领3界水事，也只是通一些音律，对歌舞之道只是一个门外汉，各位按常训练就可。敖乙啊，把我的家伙事儿都拿上来。是。敖乙忍着笑意立刻招呼一声。2名天兵抬着一只烤肉架放在李长寿的面前，然后低头匆匆退去。虽然2位天兵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朝着侧旁看，不要朝着侧旁看，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。300位天庭女仙精挑细选出的绝色仙子，身着霓裳纱裙站在一块儿，让他们的道心猛地一震，脸上泛红，逐渐痴化。这一看道心震颤，估计最近200年是没什么突破的可能了。李长寿在烤肉架上烤着手，笑道：全当这次是陛下给我放一次假，各位不必多管我。300嫦娥好奇地注视着李长寿，自是知道这是水神在告诉他们，他不为女色而来。众仙子齐齐欠身行礼。是。